这艘船是怎么了？你看它的头越翘越高，是要沉了吗？哎，是的，它是在沉，但又不是真的要沉，所以是怎么回事呢？哎，这是一艘设计和建造于1962年的船，英文名叫做 Flip， 翻译过来呢，正好是翻转的意思，哎，还挺贴切的啊。但其实真正的全称应该是浮动试验平台。对的啊，你看它主打的是平台，至于船的部分嘛，只是临时扮演的角色而已。当它完全漂浮在水面上的时候呢，看起来是这个样子的。几乎只有船头的那部分看起来才像是一艘正常的船，剩下的5/6就是一根又粗又圆的长管子，很像潜艇，有没有？所以它注定就是要被潜到水下去的。当 Flip 就位之后呢，就会往后面的大管子里面泵入700吨的海水，于是，在大约30分钟之后，在压舱水的作用下呢 ，Flip 就从水平切换成了垂直的状态。伸出水面的那部分大约有5层楼那么高，而且呢，它的确也是被分成了好几层的。你既可以从舱内的梯子爬上爬下，也可以选择舱外的舷梯。哎，360度，应该说是180度的无敌海景，要我一定选它。当然，当初造它呢，可并不是为了无敌海景而是为了研究与潜艇有关的海洋中声波的特性的，尤其是美国的老对头苏联潜艇的声波特性了。当你把听水器放到一艘漂浮在海面上的研究船上去仔细的监听水里面的声音时呢，常常都会受到自身的干扰，因为起伏的海浪也会让船只一起起伏嘛。而这样的起伏呢，也会在水中造成回波，干扰了本来就十分微弱的声呐信号。所以1950年代这方面的研究呢，一直就很不稳定。哎，等到了1960年代，2名斯克里普斯海洋研究所的科学家呢，突发奇想，为什么就不能把船给竖起来呢？哎，在绝大部分都埋入水下之后，波浪对它的影响不就小了很多吗？海军研究办公室资助了他们，于是船舶史上就有了这么一个怪物。哎，实践证明它的确非常抗浪，在浪高10米的情况下 ，Flip 的上下起伏呢也不会超过1米，并且最高还能扛住高达25米的巨浪。这不仅使它成为一个完美的科研平台，并且也使它成为了一个完美的居住平台。嘿，晕船吗？上了它，保证跟晕船说拜拜。一开始使用它的初衷是白天上去搞研究，晚上从上面下来，回到母舰上休息。但谁料科学家们一上去就不肯下来了，所以后来干脆多加一些床位吧，还不如让他们一待呢，就直接几个星期好了。对了，最后一点也是很有意思的一点随着 Flip 在水平和垂直之间的切换其实它的舱内在空间上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嘛。原来的墙壁变成了地板，原来的天窗变成了舱门，所以它的舱内设施有啥玄机没有当然有它们中的大部分，比如双层床、橱柜、马桶等等，都是通过转环安装到侧壁上的，可以随着 Flip 的旋转呢，自动保持在头上脚下的垂直位置。但是像一些实在不好旋转的东西，比如水槽，那就只能一个房间来上2个呗，水平垂直各来一个。只是在切换开关的时候呢，需要特别注意罢了。我本来还想说为什么马桶不来2个呢？但一想到如果它的开关切换错了，需要付出的代价后，不得不感叹，还是设计者有智慧